最近看皇上似乎面有愁容，是有什么烦心事吗？还不是这些个前朝旧臣，死守旧主，迂腐不堪，朕恨不得把他们全杀了，但又偏偏杀不得。身为95之尊，却不能随心所欲，这样的烦心事，难怪皇上要不高兴。不过有利也有弊，95之尊虽然不能随心所欲，却有数不尽的人才为您所用。这样为难的烦心事，皇上何不丢给那些人去苦恼呢？他们识君之路，自然要替君分忧。皇上只看着他们谁能为您分忧，以后就多多重用这个人。朕的皇后啊，就是女中诸葛，冰雪聪明。依臣妾看，夏洵就很适合。皇上若是将此事交给他来办，他定能想出两全其美的法子。一来不用大开杀戒，二来也不会折损皇上的颜面。夫妻同心，我们都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朕方才已经差夏洵去办这事儿，但没想到你也如此看重他。夏洵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男子，臣妾当初想把明儿嫁给他，也是看中他聪明又稳重。可惜。朕知道，放眼满朝文武，也就夏洵配得上咱们家明儿。但你也是知道的，夏洵心中有谢氏，而且人家已经拜堂成亲了。劝劝明儿，另择佳婿吧。明儿从小性格倔强，看着没心没肺，其实心里有主意的很。臣妾真怕他钻牛角尖，就认准了夏洵一个人，耽误了一辈子，那可怎么才好？不会的，朕一定会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臣妾愿闻其详。到那时再说吧。只要明儿愿意，全天下的男人任她选，朕一定给她找一个如意郎君。臣妾替明儿先谢过皇上。皇后，快快请起，朕接着喝汤。你们这些狗官、奸贼、奸贼、狗官，你们不得好死！混账东西！奸贼！鲁国公奉皇上口谕，来看望各位大人。狗官！昔日各位大人对皇上固然有所不公、不敬，但是皇上宽宏大量，只要各位大人肯俯首认罪。皇上说了，方孝孺、黄子成、齐泰三人为罪魁祸首，罪不可赦。其他人，皇上皆会宽待包容。任凭你说的多漂亮，也难改叛臣篡逆之实。我等胸怀磊落，如光风霁月，纵然一死，也可名垂青史，虽死犹荣。尔等奸佞，却将遭到万世的唾骂。光风霁月，你配吗？我看你是明知自己必死，为了身后之名，才会如此的矫揉造作吧。小国不碍大节，大统自古有长嫡之分，国家伦理纲常，岂能无序？我等所为，为国为民，问心无愧，在这点上把持得住，些许瑕疵，又算得了什么？那么，请问黄大人，是什么伦理纲常，关乎到国运民生，这么重要？皇室正统，那不过是先娶先生，头一胎罢了。这就是天意，这就是天道。天意？什么是天意？如今燕王殿下当上了皇上，这就是天意。借闻偌大江山，敌不过北平一隅。他何德何能啊？哼，皇上治人治孝，岂是阉贼所能比的？黄大人若想讲道理，那我就陪你好好的讲讲道理。这一家之主刚刚过世，尸骨未寒，
这继承了皇位的长孙，便迫不及待地排挤各方叔父。这样的侄儿，难道就算得上是大仁大义吗？是，燕王真的反了。那没有反的呢？齐王还有吴王，他们两个又落得什么样的下场？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我黄某死而无憾。你这将死之人，还跟本国公在这妄论大义？本国公渴了，哪里有水喝呀？有，早就给您备好了。除了黄子成和齐泰以外，其他人若有想见我的，随时通报。是。夏洵，你就那么想坏我的好事？嘉行，让他们咬，让他们咬出越多人越好。去。是。夏洵，我看你能救出多少人？怎么这么多人？回老爷，府门口聚了很多人，我们进不去。走后门。你也别太着急了，这事总会有答案的。老爷，老爷，问到了吗？问到了，他们说，咱家老爷深受皇上器重，希望老爷帮忙向皇上求情，放过他们的家人。他们是从哪儿听来的？小林，你先出去想个办法，让门口的人先散去，免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看见了，构陷我们大人。是，我这就去。大人，快过来！这怎么回事？回禀大人，这些日子每天都有犯臣的家属跪在大门口求老爷帮忙求情呢。大人，这边走。哎呀，夏老弟，你这府上可真是门庭若市啊！啊，哎，西门兄，你就别幸灾乐祸了，我可真是后悔不已啊！哎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我们家谢姑奶奶呢？她不是嫌最近府门口比较吵闹吗？所以每天就在店里面待着，等到了闭门了再回来。现在知道好人难做了吧？请神容易送神难。我倒是担心这样下去，万一传到皇上的耳朵里。夏老弟，我总觉得这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会不会有人想趁此借题发挥，动摇圣上对你的信任？西门兄也这么觉得？我倒是派左丹去查过此事，结果如何？他打听到的消息是有人向犯官的家属透露了我的住址，并怂恿他们到我府门前来求情。是谁？夏老弟，你就别瞒着我了。你怀疑谁，不妨直说。我曾经以锦衣卫对旧臣所用的刑法过于阴狠，
去找过季老弟，但是他坚持己见，我们俩有一些话语上的冲突。后来我就进宫了。你是在怀疑季刚因为此事对你怀恨在心，所以才弄出事端，让你难堪，对不对？我也没什么证据。算了，我是不想影响我们兄弟的感情。官场难行，人心难测呀。西门兄为何如此感慨？是彭姑娘有什么事情吗？他能有什么事啊？倒是我，每天都寸步不离地跟着他，生怕一个不注意，仅因为那群豺狼虎豹就把他给吞了。哎呀，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得赶紧回去盯着他了。哎，你自己也要多加注意啊。好，你慢走，我就不送了。夏老弟，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俗话不是说，就算是亲兄弟，都要明算账。多谢兄弟。我刚才听下人说西门庆他来过了。是啊，许久未见，叙叙旧。他倒是被咱们家门口那些不请自来的客人给吓了一大跳。新衣裳还算合身，果然是佛要金装，人要衣装。看来娘子现在是嫌弃你夫君了。我这哪是嫌弃你啊，只是你现在贵为辅国公，穿着打扮上哪壶不得。这身衣裳呢，可是我亲自裁剪的，这是金陵城内唯一的一件。娘子对夫君这么好，夫君好生感动啊。你好生穿着这身衣裳呢，就算不辜负我的心意了。那是自然。今天晚上我就不脱了，我穿着睡。没个正经样。哦，这些天呢，我一直在想，范臣之事，你还是不要牵扯其中比较好。你本来就因此事出了风头，金陵城中已经沸沸扬扬了，我担心一旦传到皇上的耳朵里。我知道，你是担心我引火上身。帝王心难测，难免有些小人想要借机生事。我想我们还是先避避吧。放心吧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处理好。你看你从铺子回来就一直没停过，累不累？我一点都不累啊，倒是你，伴君如伴虎，很辛苦的。得此娇妻啊，夫复何求？夏雪啊，劝服旧臣一事，你做得很好。臣不敢当，是皇上宅心仁厚，这些旧臣们必定是心悦诚服，归顺于皇上。你不必过谦，朕知道你心善，不愿见锦衣卫对那些旧臣下毒手。你这一点倒是和高炽相似无二。皇子们天性纯良，臣怎能相比？我诸多儿子中，属高炽最为纯良。不过，罢了。夏雪，为人心善是好事，但是不可被有心人利用了。
大人啊，救救我们家老大呀！救我们家大人吧！大人帮帮我们吧！你们跪了这么久了，孩子也能饿了，这是东西。来，拿着，拿着吧。孩子，想爹爹吗？你们这样跪着，也是无济于事。咱们大人倒无妨，孩子们跪久了，毕竟不好。你们也不愿见孩子这么小就受世人指指点点的吧？回家吧，福国公若能帮你们，他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的。来，起来，来，请回吧。嘿，子琪，猜猜我是谁？是你呀。哼哼，还是我家娘子厉害，把夏老弟家的门神都给送走了。是吗？哎呀！疼！哎呀，虐待亲父啊！救命啊！你现在胆子挺大呀！啊，谁允许你碰我的？痛了，你能不能把手放开再说？哎呦！我刚才看你对那小孩子特别温柔，怎么说变脸就变脸啊？我方才去指挥司找你，他们说你来了国公府，我不放心你，特地过来看看你，没想到一来你就……你少跟我啰嗦！夏巡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，赶紧给我回去！我不回去手断了，还当什么差啊？走啊！走！啊！谢谢。快进来！为何带我来书房啊？那，先坐下。我仔细的想了一宿，觉得眼下你务必尽快的抽身出来，不能再插手了。这是改朝换代的大事，一旦皇上觉得有必要再清洗一番时，你这件事就有可能被有心的人大做文章。我想来想去，觉得你最好还是先离开这里，以考察的名义出去最为合适。就算是以考察的名义出去，咱们也定要想一个不令人生疑的名号才行。依我看，考察粮饷发放是最合适的理由。我看你倒是想借此机会到各地一游，出门晃悠晃悠吧，顺便物色一些新的店铺和生意伙伴。你呀，就这点小心思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倒不如用考察水利工程这样的名号，周期长，又可以不用和那么多的官员打交道。我觉得不妥，水利工程大多都有地方的商贾和官员勾结，我们就是希望能远离这些。如果又卷入进去，传回来反而更难辩白。我们再好好的想想，总有一个办法可以让我暂且脱离朝中之事。老爷，老爷，皇上派人来接您，让您即刻觐见，有要事商议。好，你下去。是。放心吧，我去就回。这是我昨天晚上模仿你的笔记，草拟了几份奏折，你先带上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好了，你快走吧，皇上还在等着你呢。你呢，在路上也好好的想想，用哪个理由请奏比较好。照我看啊，这件事儿不能再拖了，你趁这个机会，干脆请旨算了。我会找个时机向皇上请奏的，你就乖乖在家等我的好消息。朕
今日召众爱卿前来，是有几件事要跟大家商量。一，朕想重修《太祖实录》，不知众爱卿有何人选推荐呢？微臣愿为皇上分忧。臣自荐。好，那就以曹国公李景龙，兵部尚书如常为正副监修官，以侍讲谢晋为总裁官，以翰林学士王景、右通政李志刚、侍读黄怀、修撰李贯等人为纂修官，重修《太祖实录》。臣等遵旨。皇上，微臣有句话，不知该不该说。但说无妨。不如将建文朝的事迹附录于《太祖实录》后面，一来可以给旧臣们看看皇上的大义；这二来，也可以解释建文帝在位4年发生何事。也好。你记得添这一笔就是了。臣遵旨。还有一事，朕打算重开太祖时期的华义殿、武英殿、文渊阁、东阁大学士，以备顾问。不知众爱卿意下如何呀？臣等以为此乃造福社稷之举。至于入阁人选，朕还需要思量。皇上所言极是，理当慎重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一事，朕呢，最近时常梦到母后，朕就寻思着给母后她老人家造一座大报恩寺。不知众爱卿，谁能够胜任此事啊？臣愿意替皇上分忧，请旨修建大报恩寺。朕本也主意于你，你一定要替朕做好此事。臣领旨。好了，没什么事了，众爱卿，你们就先退下吧。臣等告退。还请辅国公留步。皇上有旨，要辅国公留下共用晚膳。既然皇上留辅国公一句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慢走。这皇上有没有说是为何留我用膳？没有啊，只是邀请了锦衣卫指挥使纪刚纪大人也一起用膳。两位爱卿，来。都不必太剧烈了，吃吃便饭而已。见闻旧臣一事，你们二人，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配合得不错，着实替朕解决了不少烦恼。那是皇上运筹帷幄的好，我等只是做了分内之事。朕知道，在这件事上，你们各有不同的政见，但朕也相信，你们二人都是对朕忠心不二之臣。我和夏兄虽然不是亲兄弟，但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，即使有些分歧，我们也会携手替皇上分忧。夏兄，你说是不是？不是亲兄弟，胜似亲兄弟。
夫人真是出水芙蓉，花容月貌啊！是啊，既年轻又貌美，和辅国公可真是一对璧人呢。我看各位姐姐们才是风姿卓越、光彩照人呢。姐姐们也不要光顾着说话，喝喝茶，吃点点心，当成自己家就好。一看妹妹就是知书达理、温柔可人呐，谈吐举止就是不一样啊。夏雪啊，夏雪，你还不回来？我都快被烦死了。不知道妹妹手腕上戴着的手镯是在哪家铺子买的？我可从未在这金陵城中见过啊！这个是在我熟知的店家那儿买的。看这质地和成色，可真是与众不同啊！哎呀，是呀，真漂亮啊！既然姐姐这么喜欢此物，不如就送给姐姐好了。这怎么能行啊？别客气，我可以托人再帮我买一个。看辅国公夫人啊，穿戴就是不一样，显得格外好看。不知夫人是在哪家商铺买的？不如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呀花多少钱都行。是啊是啊，女人就得靠这些东西陪衬着。对对对，说得对呀。来，再饮一杯。好啊，姐夫，原来您说朝中有事，把姐姐一个人丢在内寝用晚膳，其实是躲在御花园里啊。你呀你，没大没小，没看见夏寻和纪刚都在啊？你不陪你姐姐用晚膳，跑到御花园来胡闹是吗？明儿，宫中的礼仪你一点都没学到，这些玩意儿你倒是个个没落下。啊，姐夫，你可别光说我可听说您小时候也特别爱玩这个。哎，不如您教教我吧，我总是放不高。胡闹！就一会儿嘛，姐夫。皇上，看在郡主难得请愿一次，不如就答应他吧。明儿，你若真想让人教你放风筝，夏玄和纪刚都可以，就别扯上朕陪你了。呵呵，我看还是纪刚教吧。若是没什么事，臣就先行告退。爱妻还在家中等着我呢。哎，你看看我，我都忘了。新婚燕尔，娇妻等在家中望眼欲穿了吧？啊！既然辅国公有要事要告退，那明儿就不求大人教了，先告退了。你给我，明儿，没规矩！皇上，既然夏兄有事要先告退，那不如让臣去教郡主吧。嗯，好，那你去吧。夏玄啊，朕本以为她是女孩子家，耍耍小性子，几日就好了。现在看来，还是对你有情啊。郡主她还是个孩子，过几日就把朕忘了。朕和皇后都想给郡主找个如意郎君，让她出嫁。女孩子家的，总拖着不嫁，终归是不妥。那皇上和皇后现在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吗？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这件事当然还要你出马呀。你呀，抽空陪陪郡主，也帮朕问一问，说不定就能套出什么话。这行不行？给这个准话。皇上，臣要回去陪爱妻了，要不然就挨骂了。你。
昨天我们说到哪儿了？回郡主，昨天您说到您钟情于像叶家大公子那般舞文弄墨的文人。你这一连好几天都站着问我，你不累吗？不累，请郡主继续。哦，我的夫君最好能陪我吃喝玩乐。对了，还要能吃辣，最好是无辣不欢。每顿饭都要吃很多的辣椒，而且还要面不改色的那种。郡主，你这前几日不是说喜甜吗？人是会变的嘛，我这2天喜欢吃辣不行啊？你真的将我喜欢吃什么都记在心里了？郡主，我也是奉皇上的旨意来记录郡主挑选夫君的要求，自然事无巨细，逐条铭记于心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就不用多说了。我的夫君呢，最好是能千杯不倒，能一口气饮1缸的酒，然后身材挺拔伟岸，最好还会讲笑话，还会放风筝，会说护我周全，还说一定不会让我受到伤害。郡主说的，臣都记下。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臣就先行告退了。不行不行，我还没说完呢。要不你明天再来吧。这几日，郡主已经说了很多了，让臣先向皇上和皇后复命再说。不够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如果不够的话，那先见了第一批夫婿之后再提。郡主有什么要求，到时候再慢慢的说。夏薰，我一定会把你夺回来的。谢谢。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。为什么？明明是我先喜欢上你的，为什么你成了他的妻子？我哪里比不上他？啊！告诉我，我哪里比不上他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谢谢，谢谢。每一次来都让我穿这套衣服，又每一次都还没开始就自己先喝醉了，真是扫兴。你终于舍得回来了。你怎么还不休息啊？我听下人说，你最近和那些贵妇人们经常一起喝茶聊天。是啊是啊，要不是你这位辅国公大人，我怎么会每天都要和那些难缠的妇人，不是一起逛街就是喝茶，还有看戏呢？简直快把我给累死了。辛苦夫人你了。你看你说的，我知道这是我作为辅国公夫人应该要做的事。我只是怕委屈了你，这应酬的事实在是过于乏味，我又不能一直陪在你身边，我怕你是为了迁就我，让自己受了委屈。你就安心处理朝堂上的事，后院的事情呢，交给我就好了。就知道你一定会这么说。作为夫君我呢，准备送给你一个礼物，你要先把眼睛闭上。不许偷看啊！我知道了。是什么呀？花灯初两夜，宫阙月华霜，烛了红了了星光。小心点啊！一人阁楼上，独醉一人他乡。夜雨天，可以睁开眼睛了。风望远航。月下离愁上，三
这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这是个秘密。我是希望我的夫人永远是一个自由自在的谢谢。自由自在的谢谢，还以为你要送我的是2间铺子呢。哎呀呀！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？这才是真正的谢谢我。今日你给了我一个这么大的惊喜，过几日呢，我也还你一个惊喜。你喜欢吗？来，坐上试试。你要推高一点啊。好，推高一点啊。再高一点。再高一点。再高一点。哎呀，谢谢太重了，我推不动了。你说什么？有本事你再说一遍。准备好了啊，再高一点。悠着点。来。还有些人呢，都去哪儿了？让他们趁我还没有发火之前赶紧滚出来！回大人，今天早上辅国公大人带着皇上口谕，抽走了咱们锦衣卫的一些人，说有要事。你为什么现在才跟我说？回大人，小人以为大人和辅国公交情匪浅，定是已经知晓了，所以也就没有及时禀报。夏雪，你到底把我当什么了？好久没这样聚一聚了。我说谢门庆啊，你早点把彭姐姐娶回家，这样我们就能多聚聚了。哎，这个饭怎么扯到我身上了？夏雪，你管不管你家娘子了？我们家娘子我可管不住啊。来，夫人，这个是你最爱吃的，谢谢。多吃一点。你爱吃的你也多吃一点。我最讨厌吃这个菜了，要夹就夹肉，你干嘛给我夹青菜啊？那就加肉呗。你爱吃的多吃点。对了，皇上已经叫我调动锦衣卫的兵马，去寻找那个人。纪刚知道吗？我今天去了锦衣卫衙门，倒是没有看见他。我想皇上应该有跟他提起过吧。夏老弟，你的想法是？我是希望可以把锦衣卫当中我们的亲信全部调到飞龙这里来，我再从飞龙密谍里抽调精英，组成属于我自己的乾隆密谍。乾隆？夏雪，目前大局已定，你还在担心什么？虽说现在是大局已定，可是夏寻毕竟是知道这么多秘密的人，前路难测，我觉得一定要有所准备，到时候也多一条退路。这一点我觉得谢姑奶奶说的没错，毕竟现在人在高位，伴君如伴虎，有些事情不得不防。官场之事我不多说什么，只愿我们兄弟二人能求得所愿，平平安安度过余生。干！能得诸位良友，是我夏寻一生的福气。那能娶到像我这样的娘子，是你一生最大的福气。行了，那接下来我的飞龙密谍还要交给你们二位了。除了你们二位之外，我夏寻真的不知该有何人可信了。夏老弟，原来你这顿饭是鸿门宴啊！还是按照老规矩，我负责联络。至于他，你们放心吧，我去哪儿他去哪儿，这事儿啊，他少不了的。我们手里的金银还是不够，我倒是希望可以借助寻找那个人的机会，我们在民间能够搜寻一些奇人异事，为我们所用。
可是奇人异士一般都隐退于江湖，是不太好找的。小隐隐于野，中隐隐于市，大隐隐于朝。想找他们还不容易。我知道哪儿能找到他们。夏老弟，嘿，你要的人我给你找来了。飞龙秘蝶已经向我汇报了，听说你这次招收了不少奇人异士，还是我西门兄厉害啊！你听他吹牛吧，他就动了动嘴皮子，门都没有出一步。什么？动嘴皮子怎么了？那也是我的本事。那你的嘴皮子能赢得过我的刀吗？当然赢不过你的刀啦。但如果我的嘴皮子能被你的刀给削下来，我也非常愿意。好了好了，眼下真有一件事，既可以用得着彭姑娘高强的武艺，还可以用得着西门兄的嘴皮子。哦，有什么事？尽管放马过来。那我就当你答应了，不许反悔。当然，快说。我是希望你们可以去一趟海宁双鱼岛，招安徐虎和苏颖。招安？灯烛两夜，宫阙月挂霜，烛影摇红寥寥星光。一人阁楼上，独醉忆他乡。夜雨听风望远方，月下离愁伤，3000夜未央。千场梦曾朝朝暮暮，连天风沙降，着你的模样。此去后，天涯路两茫茫。爱恨醒了，散了，似流沙。你我聚了，忘了几时年华。是是非非，曲断情长。